亲们还要装一下，新加坡拐弯抹角，对华表达不满，都错了。原来这个国家本来就在西方怀里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接受了一次采访，在采访中提到了中国，也就是这次提及让人看出来他的真面目。首先开头还是非常美好的，比如当被问到中新之间的关系时，李显龙很肯定地说，两国的关系非常好，广泛且涉及到多个领域，认为两国之间有互信，能够互相理解。他还举了个例子，说中新政府展开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是苏州工业园区项目。到目前为止，苏州工业园已经连续7年被评为中国最佳经济开发区。除此之外呢，李显龙还举了第二个、第三个政府之间合作项目的例子。到这总结来说，就是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合作非常成功，两国走过建交33年的时光长廊，现在依然在多个合作领域加速奔跑。可话锋一转，这位总理就开始意有所指，讲话中指出东盟和中国的经济有赖于双方的整体关系，说双方之间存在的不只是经济议题，还有政治和安全的议题。大家注意到，在说到这的时候，李显龙强调在有些问题上必须要进行处理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所谓的政治和安全议题。这要不深究，怕都不知道这是在拐弯抹角对中国表达不满。所谓的政治和安全议题，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？没错，是某个域外的超级大国人为制造出来的。亲们都还要装一下，其实已经很明显了，新加坡想要用这种方式抱美国的大腿。虽然这个国家近些年来表现得很低调，但骨子里却是亲美的。不说远的，就拿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一事来说，新加坡第一时间对俄罗斯实施制裁，就已经说明了这个国家就是亲美的。制裁俄罗斯的亚洲国家了，除了新加坡，还有日本和韩国。日韩两个国家参与其中，这很正常，毕竟两国一直都是美国的马前卒，在亲美这条路上走得非常稳当。但新加坡就不一样了，新加坡不说完全亲美，但过去的表现是摇摆不定，在中美之间想要保持一个平衡。曾经有媒体因此表扬过新加坡，说新加坡是懂得小国生存之道的，不在中美任何一旁站队。话又说回来，新加坡抱美国的大腿无可厚非，但不该为了抱美国的大腿把中国给扯进去，变相的指责中国在所谓的政治和安全议题上存在问题。这跟美国的炒作污蔑甚至是渲染有什么区别呢？与其说今天的新加坡叛变了，开始倒向美国了，倒不如说是我们都想错了。新加坡或许一开始就是倒在西方怀里的，只是用这种方式向美国表忠心，遭罪的可是新加坡自己，等同于在提醒中国该打还得打。仁慈对美国及其后面的跟班来说是最大的错误。还是那句话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面对域外国家的挑事生事，我国必须要高度的警惕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